呢一個月試咗好多有關 Xperia One Mark II 嘅嘢，指紋解鎖、5G、電力、充電、HS 電源控制同攝影，有部分的確令我好驚訝，亦有部分係意料之中。不過平均嚟講，其實都算係有進步。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The Wave 嘅頻道。今日呢條片就同大家總結一下喺指紋解鎖、5G、電力、充電、HS 電源控制同攝影呢6方面嘅實際體驗同埋我嘅睇法。首先就係喺 Xperia One、Xperia 10、Xperia 10 Plus、Xperia 5上面為人詬病嘅指紋解鎖嘅成功率。喺2019年9月之前嘅更新，平均嘅成功率幾乎喺40至50% 左右。港版喺經過2019年9月去到2020年4月為數唔多嘅5次更新之後，成功率逐步提升到70% 左右。我嘅體驗係，只要你越急，就越解唔到鎖，到最後就要焗住打密碼。而 Xperia One Mark II 成功率好明顯高啲，不過操作嘅方式同 XZ1 或之前擁有側面指紋電源掣嘅 Xperia 有啲唔同。One Mark II 係可以輕觸解鎖啟動，而 XZ1 就要係按掣啟動。所以如果你係由舊機升級上嚟嘅話，可能會覺得有需要習慣一下，因為 One Mark II 係有機會出現你以按掣啟動嘅方式去嘗試解鎖電話嘅時候，解鎖唔到，要放開隻手，然後重新嘗試。跟住就係 5G， 其實就同當年最初 4G 啱啱開始嘅時候差唔多。覆蓋唔高，速度唔快。香港計 4G 嘅初期理論值大約係100 Mbps， 要去到6年後先開始正式出現1 Gbps 嘅網絡。同樣，相信 5G 要去到覆蓋率同目前嘅 4G 接近 mmWave 天線完成鋪設，5G 獨立組網之後，先可以完整體驗到真正極低延遲、超高速網絡嘅好處。而為咗測試 5G，我特登去到旺角嘅西洋菜南街去測試一下。我哋可以喺 Speed Test 見到 5G 嘅網絡，除咗喺上下載速度優勝之外，延時亦縮短咗1倍。而之後正式獨立組網，可望去到貼近1ms。然後就係 Xperia One Mark II 其中一個幾大嘅爭議，就係雙卡情況下 5G 就唔用得。最高只可以得 4G 加 4G 嘅配搭，因為都幾多人討論呢個問題，所以我亦都試咗一下。喺版本編號 58.0.A.3.39 入邊仍然存在呢個問題。而根據好多其他廠商嘅文件指出，佢哋嘅 Snapdragon 865係可以支援或者透過更新之後支援 5G 加 4G 嘅配搭，所以希望 Sony 能夠喺相機更新嘅同時解鎖埋呢個功能。就好似當年 Xperia Sapphire Premium 同 Sapphire Premium Duo 咁樣，更新前 Sapphire Premium Duo 最高只可以支援 LTE Cat 4， 而且唔支援 Quick Charge 2.0。不過喺更新之後，不但可以支援 Quick Charge 2.0， 仲可以支援本身只有單卡先有嘅 LTE Cat 6。電力方面，版本編號為 58.0.A.3.39， 日常操作下平均都可以一日唔叉電，Screen On 5個半鐘，Tether 6個鐘，而且仲有15% 值。相比 Xperia One 一早冇晒電，都有好明顯嘅改善。另外，根據我嘅測試同觀察得出 ，4K HDR 嘅高 bitrate 影片1小時消耗320 mAh， 約網係8% 嘅電量。其實同 Xperia One 嘅10% 333 mAh 差唔多。主要係受惠於新嘅4000 mAh 電池而有所提升。就算係平時碌下 Facebook、碌下 YouTube、傾下 WhatsApp， 1個鐘頭嘅耗電平均都係10% 以內。不過就算軟件嘅操控做得好，都抵唔住暴力增加電池容量帶嚟嘅實際效果。如果可以好似我喺 Xperia One Mark II 發布之前條片提及嘅概念，可以喺之後嘅手機、之後嘅 Xperia 入邊放一粒超高像素嘅大 CMOS，再配上一粒飛魚眼嘅超廣角鏡，透過不停裁切出唔同焦距，咁相信就可以進一步增加空間俾電池。充電方面，根據 Xperia One Mark II 嘅 cert，呢部機最高支援 5V3A，
7V3A、9V 2.3A 或者係 PPS 嘅3.3至 9V3A， 上限21W。而跟盒比嘅 UCH 32上限係18W， 所以無論喺 USB-PD 2.0 充電器同 UCH 32嘅測試入邊，基本上都做唔到宣稱嘅可以喺30分鐘充電50% 嘅效果。然後一方面 Press Paper 走去叫人零購，想點？你自己又冇賣，又話做到，咁即係點啊？然後為咗接近真相，希望測試到21W嘅實際能力，所以我買咗 Anker 第3代嘅 PowerPort 65W Port， 輸出有 5V3A、9V3A、15V3A、20V 3.25A， PPS 嘅支援就係 3.3至 21V 3.09A， 係市面上買到嘅 65W USB-PD 充電器入邊最細之一。我哋嚟睇睇呢隻嘢叉 Xperia One Mark II 嘅速度。電壓係藍色線，電流係橙色線，而綠色係充電曲率。喺頭30分鐘 ，Xperia One Mark II 已經可以充電到50%，而0至100% 需時1小時49分鐘，僅快4分鐘。睇翻詳細充電數據，主要快咗嘅地方係頭80%，本身平均需要52秒1%。到呢隻 Anker 充電器，雖然似乎峰值未能夠去到接近21W 嘅水平，不過平均都只係需要46秒1%，都算係快咗嘅。數據上可以見到有大約13% 嘅差別，但其實真係差唔多。同埋就係現實世界入邊邊有咁多緊急突發嘅情況要即時完成充電，而且個人認為絕大多數嘅都市人有唔少只要見到電量低過70% 就周身唔舒服嘅情況，更何況貼近0% 呢？仲有鋰電池嚟講，只要唔好作出大量過充過放，包括經常去到0% 先充電，避免極端嘅操作溫度，適當地使用電池保護功能。之後就係 HS 電源控制，呢個功能主要控制手 Game Enhancer 管控嘅 App， 可以喺操作嘅時候唔經電池，直接向電話供電。透過儀表嘅即時監察 ，HS 電源控制啟動嘅時候，即時會停止 USB-PD 模式。不過如果我想邊玩邊叉，又想保護電池呢，暫時做唔到。如果第日改善嘅話，可以將電力做分流，部分對電話嘅直接供電可以轉去電池，以最多 5V 0.5A 嘅速度充電，上限去到 90%。呢個速度唔足以令手機升溫之餘，亦唔會影響效能，從而達至保護電池嘅目的。相機方面，喺經過2年之後，終於 Xperia One Mark II 可以同 X-Active Premium 打成平手。某程度上，點解咁講呢？咁係因為日常情況以及一般街道夜景喺相同 ISO， 而且 X-Active Premium 喺雙鏡模式之下，效果非常接近。左邊嘅係 X-Active Premium， 右邊嘅係 Xperia One Mark II， 相同 ISO 200，日光下無論係中間成像、邊緣畫質， Xperia One Mark II 都明顯好過雙鏡模式嘅 X-Active Premium。不過喺任何情況下，只要 ISO 去到1600或以上， X-Active Premium 黑白鏡頭嘅優勢就開始展現出嚟。相片中嘅物體輪廓、線條仍然保留。不過目前 Xperia One Mark II 相機嘅能力仲未完全解放，可以期待埋原生 RAW 嘅支援再作評論。Xperia One Mark II 的而且確有好多改進，不過目前都仲係功能還功能，操作還操作，界面上好容易出現矛盾。例如喺 Photo Pro 影完相，即時喺左下角預覽睇相，開啟 Google Photo 之後，如果用手勢操作，手指對住相片向下掃，會去咗相機 App， 而唔係本身嘅 Photo Pro。不過如果用手勢返回或者按虛擬鍵嘅返回，就可以翻去 Photo Pro。咁樣嘅操作可能唔係太多一般用家會注重，但係 Xperia One Mark II 打着嘅旗號係迷你版 A9， 唔通呢度嘅迷你所指嘅唔係尺寸，而係迷一般嘅操作。仲有就係相機 App 本身嘅鏡頭切換，錄影嘅時候冇得無縫切換都算啦，竟然有時候明明界面係顯示超廣角鏡頭，但其實係用緊廣角鏡或者長焦鏡頭。
另外就係明明 Cinema Pro 有一個所謂嘅 2K 120Hz 錄影，事實上 cut 做16:9比例嘅話，其實就係 1080p 120Hz， 呢個都唔算係一個問題。問題係你明明做到 1080p 120Hz 錄影，點解唔直接擺相機 app 嘅慢動作入邊呢？你已經冇咗 720p 960fps、1080p 960fps， 淨係得個萬年嘅 720p 120Hz， 仲要特別俾個位佢，唔覺得好無謂嘅咩？當然啦，如果你下年嘅 Xperia One Mark III 直接嚟個 4K 120Hz 錄影、4K 960fps 之類嘅功能，我無話可說。但今年麻煩你最起碼擺翻個 1080p 120Hz 入去，唔係個個人都想透過 Cinema Pro 用 HDR 錄影。部手機本身有冇最起碼處理到 HDR 轉 SDR 嘅軟件，去俾用家後期調節，輸出做簡單嘅 SDR 分享。好啦，因為 Xperia One Mark II 仲未完全更新晒所有嘅功能，所以今日嘅影片就去到咁多先。如果你哋有啲咩對於 Xperia One Mark II 嘅分享，歡迎留言一齊理性討論下。最後就係，如果你哋中意呢條影片，就得閒留言撳個 like， 可以免費訂閱 The Wave 去睇到更加多嘅相關影片，同埋打開影片更新提示。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